小伙伴们，周五又见面了，希望这段时间你们一切都好。因为最近央行加息搞得人心惶惶，相信关注我频道的小伙伴都是对房地产感兴趣的，要么想投资房地产，要么已经有房地产，要么是刚需买家。无论哪种情况，相信最近都特别关注加息这一个趋势。本期就这一个现象来聊聊，加息环境下哪4类人最容易受到伤害和打击？希望里面没有你们。如果有，不要只管对号入座，而要想想怎么扭转暂时的不利，走出困境。好了，我们直入主题。首先，第一类人应该是受到打击最大的，也就是投机者。投机者和成熟的投资者有很大的区别。投资者是想长期持有，在衡量了自己的实际经济情况下，仔细考量了自己的投资计划后，通过正规的渠道合理的利用杠杆来进行的长期投资。投资是一次性投入资金，以后着年得到回报，若干年后除收回本金还有利润。比如买房出租，从租金中收回投资的资本；又比如买房用于建设厂房、建停车场、建仓库等，每年都能有收益的项目，这些都属于投资。而投机者则刚刚相反，他们是想利用当下的火热市场，买了房什么也不干，等房子涨价后卖掉，是利用房地产价格在短期内的高涨来买卖房屋赚取利润的行为。如果说投资者是通过正规的 A 类银行，用自己的收入证明等渠道的贷款，投机者很多时候是靠私贷、高利率、快速入手房产等合适的时机抛售。现在随着央行加息，市场降温，投机者们现在持有的那些房产，因为本身是用很高的代价持有的，现在随着房市的降温，房子就如烫手的山芋，可能需要低价抛售掉，最后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。特别如果不考虑自己的实际经济情况，短时间入手了很多套的投机者，现在肯定如热锅上的蚂蚁，急得团团转。大家千万别轻易投机。可能看到这里，很多小伙伴会说，做房地产不就是要最大利用银行的杠杆，如您说的借鸡生蛋吗？投机者不也是在利用杠杆吗？对，是应该好好借用银行的杠杆，但是要合理的利用，在综合评估自己的经济情况，了解自己所能承受的风险能力下，才放手大胆的去用。这里绝不鼓励大家盲目使用杠杆去投机。好了，聊完第一类，现在我们来聊聊第二类加息环境下的受害者，也就是我们常常聊到的等等族。这类人对于房市总是最悲观的，特征就是很喜欢唱衰房市，总等着房市崩盘，但是等到房市下行的时候，总有理由不买，总觉得再等一段时间就能抄底。喜欢抨击投资房地产的人，总认为别人拉高了房价，喜欢假装嫉恶如仇，其实是自己没胆量，没能力出手。为什么说他们是加息环境下的受害者呢？因为他们以为等来了房市的下行，却不知道就算房市暂时下行了，因为加息，持有成本更高了，能贷到的金额也少了，贷款的门槛更高了。因为市场疲软，很多想要挂牌卖房的房东变成出租了，房子的选择自然也少了。两者相衡，其实并没有挣到，反而越等越入不了手，一直陷于死循环中。如果说上面2类人是因为自己的主观选择成为了受害者，那第3类人可能有点冤，很多是因为初次买房不是很懂银行的政策，不知道如何选择利率、贷款年限的买房者，也就是月供会随着浮动利率上涨而上涨的买房者。大部分银行的月供即使利率上涨，每个月的还款额是不变的，只是里面的利息和本金的比例会自己调节。比如在1.4利率的情况下，每个月还款额2000，其中本金1200，利息800。
现在因为利率上涨到 2.7， 每个月的还款额还是2000，但是其中利息上涨到1100，本金下降到900。除非利率上涨到 trigger rate， 也就是拐点利率，月供才会变。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，一般利率不会升到那么高。但有些银行不管到不到达拐点利率，只要浮动利率往上涨，月供马上就会跟着往上涨。所以选择了这类银行的小伙伴们就吃亏了，因为月供支出马上就增加了，会立马就影响自己的财务状况。以后大家贷款选银行的时候，记得要问清楚这一点，免得后悔也来不及了。特别是持有多套房的，压力会更显著。好了，聊完前面3种受害人，现在我们聊聊最后一种人。身边朋友刚好就踩了这一个地雷，以实例给大家解析为什么他们成为了其中的受害者。这一类人也就是没有投资经验、不会规划、盲目跟风的买房者。以我朋友的例子，去年市场非常好的时候，大家就警告过他今年要加息，要入手就快入手，没听进去。今年3月忽然醒悟想入手，看到身边的人都在做房地产投资，自己也想参与，但是利息已经开始涨，和他分享了在我们这个城市还是值得入手，再做好计算现金流付多少自己能承受，和做好长期持有及有紧急备用金的情况下才能入手。以为他听进去了，结果是好几个 offer 没抢到，抢急眼了，忘了前面说的几个大原则，盲目的下了一套房子，并顺利的拿下，到最后才发现自己承受不来，搞得到手的 offer 又要放弃，所有的人都被搅得一团乱，真是耗钱耗力白搭时间。从上面这些例子可以看出，房地产要做成功真的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，不能人言亦言，盲目跟风，盲目使用杠杆。小伙伴们看到这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及打开旁边小铃铛，我们就是通过自身的成功经验分享各种实战经验，让您投资路上不孤单不盲从的良心频道。无论您是否是其中的受害者，投资总是有风险的，只是在所有的投资形式和风险中挑出最适合自己的方式。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，有困难就积极的去解决。如果正在看我们频道的您正好处在这个困境中，也希望你们能顺利度过暂时的难关。对于房地产投资，我一直是看好持积极的态度的，至少我们自己就从中受了太多的益处，也希望别的小伙伴们能从中受益。好了，这期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希望小伙伴们动动可爱的小手给我们点个赞，并把这期内容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。再次谢谢你们的支持，下周5再见咯，拜。